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們用豆腐和雞蛋來做好吃的。大蔥一段，先豎着切成條，再切成蔥花。切好後放入碗中。小米辣一根，把它切成小米椒圈，如果不吃辣的可以不放。切好後也放入碗中。然後加入2勺生抽，半勺米醋，少許蠔油，適量的鹽、雞精、白糖，再倒入適量的清水，攪拌均勻備用。碗中打入3個雞蛋，將蛋液充分攪散，然後放一旁備用。準備一塊內酯豆腐或者是嫩豆腐，用刀將豆腐劃成片，然後再豎着來一刀，切成小片。鍋中倒入油，油熱後將豆腐倒入鍋中，再晃動鍋子，將豆腐攤平，略煎一會兒。將雞蛋液沿着鍋邊倒入鍋中，然後再撒一些蝦皮，增加這道菜的鮮味。煎至雞蛋定型後，倒入調好的料汁，開中火再燉1分鐘。燉的時候晃動一下鍋子，使豆腐、雞蛋更加入味。1分鐘後即可裝盤食用。雞蛋豆腐這樣做方法簡單，味道鮮美，因為加了一些蝦皮，既補鈣又提鮮，大人小孩都適合多吃一點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大家好，今天買了1斤排骨，我們用它來做個好吃的。首先在排骨裡面加2勺澱粉，然後用手抓一抓，抓2分鐘左右，感覺到有一點粘手，把它倒入清水裡清洗乾淨。再用流動的水多洗幾遍，洗去表面的污渍和血水，然後控乾水分，放一旁備用。再準備1個雞蛋，打入碗中，再用筷子把雞蛋攪散，然後把雞蛋液倒入排骨裡，用筷子攪拌均勻，讓每一塊排骨都裹上蛋液，再加入2勺澱粉，攪拌均勻，讓每塊排骨都裹上澱粉。像這樣就可以了，放一旁備用。鍋中多加點油，油溫燒至6成熱時，放下筷子能夠迅速起泡，再把排骨倒進來，轉中火慢慢炸，用筷子攪動一下，防止粘連。炸至排骨微微發黃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全程需要5分鐘左右。再把它控油撈出來。哇，現在就已經很香了。再加2勺生抽，1勺老抽，1勺料酒，1勺蠔油，1勺鹽，1勺白糖提鮮，適量的白胡椒粉，再用筷子充分攪拌均勻，多攪拌一會兒會更加容易入味。然後蓋上保鮮膜，醃制20分鐘。這是我提前泡了1晚上的糯米，把它清洗乾淨，控乾水分。再把糯米倒入醃好的排骨裡，用筷子攪拌均勻，讓每塊排骨都裹上糯米。拌勻之後，把它放入蒸鍋中。水開之後，用大火蒸40分鐘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打開看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，濃濃的糯米排骨香。這樣蒸出來的排骨非常的入味，軟爛。加了糯米，還有濃濃的糯米香味。最後再撒點香蔥，美味繼承。排骨油炸過之後，吃起來香而不膩。裹上了雞蛋液和澱粉，它的口感非常的嫩。
糯米也是吸足了排骨的湯汁，口感軟糯鹹香，既能當飯也能當菜，做法也是非常簡單。老人和孩子都非常適合，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們用土豆和西紅柿來做好吃的。土豆去皮後，先切成條，再切成小塊，切好後放一旁備用。青椒洗淨後去籽，切成小塊，切好後也放一旁備用。西紅柿洗淨後切成2半，再將根部切去，然後切成小塊。切好後放入盤中。大蔥1塊，切成蔥花。生薑1塊，去皮後切成薑末。大蒜4瓣，切成蒜末。切好後和蔥薑放一起備用。再準備一些肉馅，放一旁備用。鍋中倒入油，油熱後倒入蔥薑蒜炒香，炒出香味後倒入肉末，繼續翻炒。炒至肉末變色後倒入西紅柿，繼續翻炒。炒至西紅柿軟爛出汁後，倒入土豆丁，翻炒均勻。炒勻後，加入適量的生抽、老抽、蠔油、鹽、雞精，再倒入清水，剛好没過土豆即可。翻炒均勻後，蓋上蓋子，燉10分鐘。將土豆燉熟，10分鐘後倒入水澱粉，再放入切好的青椒，開大火收汁。收至湯汁濃稠後即可出鍋食用。配上米飯，澆上湯汁，簡直是太好吃了。土豆這樣做好吃又下飯，食材簡單易得，做法也是非常簡單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很多朋友留言問我飯店裡的生菜為什麼放很長時間，顏色還是那麼翠綠。今天我就來給大家分享一下這裡面的小竅門。學會了你也能做到，喜歡的朋友一起來看看吧。準備一些蒜瓣，去皮後放入拉蒜器中拉幾下。拉成這樣就可以了。鍋中倒入油，油熱後倒入蒜末，用小火煸香。煸出香味後，倒入適量的生抽，再多加一點蠔油，翻炒均勻，加入適量的水澱粉，熬至湯汁濃稠後關火備用。鍋中倒入清水。水開後加入鹽和食用油，然後將生菜放入鍋中燙3秒，然後立刻撈出。這一步是生菜保持翠綠的關鍵，燙的時間千萬不要過長。然後將生菜整齊地擺入盤中，再將剛才熬好的醬汁淋在生菜上。這樣做出來的生菜，即使放3個小時也不會發黃。而且口感脆爽甘甜，
和飯店做出来的一樣好吃。喜歡吃生菜的朋友，趕快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也記得關注一下，謝謝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秘製紅燒羊排的做法。骨酥肉爛，味香不膩，喜歡的朋友一起來看看吧。乾香菇清洗乾淨後，用清水放一旁泡發。胡蘿蔔去皮後切成滾刀塊，土豆去皮後也切成滾刀塊，切好後放一旁備用。大蔥斜刀切片，生薑一塊也切成片，大蒜切成厚片，切好後和蔥薑放一旁備用。羊排洗淨後涼水下鍋，放入蔥薑料酒，焯去膻味。水開後，將煮出來的血沫用勺子撇出來，再將羊排控水撈出。起鍋熱油，將羊排倒入鍋中，煎炒一下。羊排煎炒一下，味道會更香，而且在煎炒的過程中會揮發掉羊肉中的部分膻味。煎炒至羊肉表面有一點焦黃後，下入蔥薑蒜，再來一勺郫縣豆瓣醬，少許乾辣椒、花椒、香葉，用大火翻炒均勻。炒出香味後，往鍋中倒入一瓶啤酒，再加入少許生抽、老抽和白糖，翻炒均勻。炒勻後，全部倒入高壓鍋內，蓋上鍋蓋，把它扣緊，再扶正高壓閥。上氣後開始計時，用小火壓25分鐘。砂鍋倒入切好的土豆和胡蘿蔔片，再倒入泡發好的香菇和香菇水，再將壓好的羊肉倒入鍋中。加入少許鹽調味，蓋上蓋子，用小火燉15分鐘。時間到，我們打開看一下，哇，好香啊！再用大火收一下汁，將湯汁收至濃稠。收至濃稠後即可出鍋食用。羊排這樣做，肉爛味美，一點也不膻，營養非常豐富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孩子總是對飲料愛不釋手，怎麼辦？今天就給大家分享一個營養又好喝的健康飲品，喜歡的朋友一起來看看吧。首先準備半個玉米，把上面的玉米粒剝下來，全部剝好後，將玉米粒倒入破壁機中，再來一把花生米，倒入清水，把花生米清洗乾淨。洗淨後控乾水分，也倒入破壁機中，再倒入1小勺小黃米，然後加入900毫升清水，蓋好蓋子，選擇米糊模式。因為我們用的是破壁機制作，所以食材不需要提前泡發，也能打得超級細膩。最後2分鐘的時候加入適量的白糖，然後蓋上蓋子，繼續攪拌。時間到，我們倒出來看一下，哇，好香啊！濃濃的玉米花生香，真是滿屋飄香。如果覺得不夠甜，再加入1勺白糖，攪拌一下。我們自製的營養又健康的飲品就做好了。
比買的飲料要好喝100倍，再也不怕小朋友多喝了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們用雞腿來做好吃的，喜歡的朋友一起來看看吧。大蔥1小段切片，生薑1小塊也切片，切好後放一旁備用。小米椒2根，洗淨後切成小米椒圈。香菜1小克，洗淨後切成小段。大蒜4瓣，去皮後切成蒜末。大蔥1段，切成蔥絲，切好後放一旁備用。鍋中倒入清水，將雞腿冷水下鍋，加入蔥薑片和料酒，水開後煮20分鐘，將雞腿煮熟。20分鐘後，我們將雞腿撈出晾涼。接下來我們調個料汁，碗中倒入生抽、香醋、鹽、白糖、蒜末、小米椒、香菜，還有蔥絲、香油、辣椒油、花生米，攪拌均勻備用。雞腿晾涼後，我們把它撕成肉絲，全部撕好後，把剛才調好的料汁倒在肉絲上，用手抓拌均勻，美味的香辣雞絲就做好了。雞腿這樣做，營養好吃又下飯，而且非常入味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雖然從家到海邊步行只需10分鐘，但是因為這次疫情，我們從過年到現在還是第一次到海邊。今天天氣不錯，帶着老婆和孩子到海邊餵餵海鷗，撿點貝殼。剛剛退潮，海邊露出了很多的海藻和貝殼。這是我家的小神獸，每次到海邊都喜歡撿些海貨帶回家。雖然很小不能吃，但是還是一直樂此。通過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，我們都看到了世界各個國家的應對舉措，真的為自己生長在中國而感到幸運和自豪。我生活在威海，對面的小島就是中日甲午戰爭時期著名的劉公島。但願疫情早日過去，讓我們的生活盡早恢復正常，讓每個人都能夠摘掉口罩，呼吸着大自然賦予我們的新鮮空氣。看看這麼多海貨，大家能猜出來是什麼嗎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今天我們用金針菇和乾豆腐來做好吃的，鮮香入味，非常下飯。喜歡的朋友一起來看看吧。乾豆腐1張，把它切成3厘米寬的長條。如果乾豆腐特別長，我們就把它摞在一起，在中間切1刀，然後放一旁備用。金針菇洗淨後切去根部，然後將金針菇撕成小朵，
再用豆腐皮將金針菇捲起，最後用牙籤把豆腐皮固定住，全部捲好后放一旁備用。我們再來切一些蔥花，切好後也放一旁備用。碗中倒入適量的生抽，1小勺鹽和少許的蠔油，再倒入適量的清水和水澱粉，攪拌均勻備用。鍋中倒入油，油熱後將豆腐卷、金針菇放入鍋中煎一下，煎至一面断生後，翻面煎另一面。再根据自己的口味撒入適量的辣椒面和孜然粉，再翻面煎一下，煎出辣椒面和孜然粉的香味。再倒入調好的料汁，把它燒開，收至湯汁濃稠後，再來點熟芝麻，最後撒上蔥花。哇，實在是太香了！金針菇乾豆腐這樣做，好吃又下飯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超級下飯菜的做法，食材易得，做法簡單，喜歡的朋友一起來看看吧。青椒1個，洗淨後把裡面的籽去掉，然後切成青椒段，鋪平後再切成青椒絲，全部切好後放一旁備用。鍋中倒入清水，水開後倒入海鮮菇，焯水1分鐘。焯好水後，將海鮮菇控水撈出，放一旁備用。碗中打入4個雞蛋，將蛋液充分攪散。鍋中倒入油，油熱後倒入雞蛋液，炒熟。油溫盡量高一點，這樣雞蛋液可以快速膨脹定型，並且揮發出雞蛋中的腥味，這樣炒出來的雞蛋會更香。炒好後將雞蛋盛出備用。鍋中留底油，倒入青椒絲和海鮮菇，用大火翻炒。炒至斷生後，關小火，倒入炒好的雞蛋，然後倒入適量的生抽，少許蠔油，開大火翻炒均勻，即可出鍋食用。一道青椒蟹味菇炒雞蛋就做好了，做法簡單，非常下飯，幾分鐘就可以搞定一道菜。即使是廚房小白，也可以輕鬆做好，而且營養搭配也非常均衡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們用麵粉來做好吃的。首先準備300克麵粉，加3克酵母粉，2克小蘇打，打入1個雞蛋，加入180毫升溫水，一邊加一邊攪拌，攪拌至沒有乾麵粉。像這種粘稠的麵糊狀就可以，麵糊不要太稀，然後蓋上保鮮膜，放到冰箱裡冷藏發酵1個晚上。早晨起來先把麵糊拿出來回溫，再準備1根大蔥，先切蔥絲，再切成蔥花。如果家裡有小蔥，最好用小蔥。切好之後放入麵糊裡，然後用筷子攪拌均勻，順便給麵糊排排氣。像這樣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備用。準備1個裱花袋，如果沒有裱花袋也可以用保鮮袋。然後把麵糊倒入裱花袋裡，
再把封口繫緊，靜置10分鐘。平底鍋裡多倒點油，油能没過鍋底就可以。然後把裱花袋剪一個2厘米左右的小口，在垂直的把面糊擠到鍋中，用筷子夾斷，筷子上最好抹點油，這樣不粘。像這樣就可以了，不用太大，太大了不容易熟。用中大火煎2分鐘左右，再給它們挨個翻面。烙這個餅不用蓋蓋子，像這樣重複翻面，烙至兩面金黃，表皮酥脆。全程需要5分鐘左右，烙至小餅全部鼓起，像這樣變得胖乎乎的，基本就已經熟了。用鏟子按壓，立刻回彈，不塌陷，就可以出鍋了。濃濃的蔥花香味，真的是太香了。美味的蔥花餅就做好了，做法比油條簡單，不用太多的油，外皮酥脆，裡面蓬鬆柔軟。濃濃的蔥花香味，個人感覺它比油條還要好吃。看一下裡面，一點也不吸油，鬆軟又筋道。我們晚上把面糊調好，放冰箱裡冷藏發酵，早餐10幾分鐘就能搞定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今天老媽用金針菇和西紅柿來給我們做好吃的。首先將金針菇洗淨後撕成小朵，處理好後放一旁備用。大蔥一小段，切成蔥花，切好後放一旁備用。大蒜一半，切成蒜片，切好後和蔥花放一起備用。青椒半個，切成小塊，切好後放入盤中備用。西紅柿一個，對半切開後，將蒂切去，然後再切成小塊。全部切好後放入盤中備用。碗中打入4個雞蛋，將蛋液充分攪散。鍋中倒入油，油熱後倒入雞蛋液，把它炒散炒熟。雞蛋炒熟後，倒入切好的蔥花，少許花椒面，略微翻炒一下。再倒入青椒、西紅柿和金針菇，略微翻炒。把菜炒散炒匀，然後加入適量的鹽和生抽，用大火翻炒。翻炒均匀後，即可出鍋裝盤。西紅柿金針菇這樣做好吃又下飯，營養特別均衡，做法也非常簡單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家味美食。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山藥雞蛋湯的做法。常喝這個湯可以益氣健脾、養顏美容，喜歡的朋友一起來看看吧。菠菜洗淨後切碎，切好後放一旁備用。鐵棍山藥2根，去皮後把它拍碎，然後再用刀剁碎，盡量剁得碎一點。剁好後也放入碗中備用。碗中打入2個雞蛋，將蛋液攪散。鍋中倒入清水，將山藥碎倒入鍋中。把湯煮開，一邊煮一邊攪拌，將山藥攪散。煮開後撇去上面的浮沫，然後淋入打散的雞蛋液，
一邊淋雞蛋液，一邊攪動鍋中的湯，這樣打出來的蛋花才漂亮。再加入切好的菠菜，攪動一下，然後加入適量的鹽和香油，攪拌均勻即可出鍋食用。一道營養豐富又美味的山藥雞蛋湯就做好了。家裡有老人和小朋友的，可以常喝這個湯。健脾養胃，好消化，女士喝了還美容。如果你喜歡，也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